风拂荷塘，自留一抹清香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河上清风。拍戏出差结束，我随手买了张彩票，中了2个亿，我大喜过望，兴冲冲地奔回家，想和家人分享我的喜悦，却得知我只是个被保姆报错的冒牌货，并不是真正的千金小姐。真千金叫宋真真，长相出挑，她乖乖巧巧地坐在沙发上，享受着宋家众多亲戚的夸奖，就连平日里总是对我十分严厉的父母，也被她哄得喜笑颜开。哦不，他们说他们已经不是我的父母了。我颤抖着声音问他们：“那我的亲生父母呢？”宋母轻蔑开口：“你说那2个乡下人。”宋真真娇嗔着打断他们的话：“妈，你别这么说，叔叔姐的亲生父母虽然是收废品的，家里很穷，但是还能供养3个孩子，相信等叔叔姐回去后，肯定也能过得很好。”他说着，笑着看向我左手边的角落里，我这才发现那里的小凳子上坐着2个中年男女，头发斑白。听见这话，都局促不安地扣着沾满泥土的裤子，他们都不敢看我。宋家大哥宋策推了我一把：“宋叔，你还愣着干嘛？那才是你的亲生父母，你还不过去和他们相认？”我还没从这巨大的变故中回过神来，就被推得一把跌坐在地上，周围的嘲笑声更大了。被称为是我亲生父母的夫妇连忙走过来，女人在上衣上擦了擦手，才弯腰架着我的胳膊把我扶起来。“叔叔，你还好吗？”我没说话，宋父直接招了招手，叫来2个保安。“宋叔，你既然不是宋家的大小姐，也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，现在赶紧离开宋家。”众人的眼神像针一样从4面8方飞过来。山鸡还想当凤凰，冒牌货就是冒牌货，趁早滚回乡下继续捡垃圾得了。真以为自己当了23年的宋家千金，就一辈子都是宋家千金了？这些从前被我当作至亲敬重爱戴的人，此刻一个个都冷着脸嘲弄我。我满心欢喜要和他们分享刚中了彩票的喜悦，却遭到这样的驱逐。我像一只失去灵魂的僵尸，呆愣地站在原地，不知道该如何自处。我妈叹了口气，轻轻地拉着我往外走：“叔叔，我们回家吧。”离开前，宋真真还特别友善地递给我一张邀请函：“叔叔姐，今天下午有一个慈善宴会，你毕竟曾经也是宋家的女儿，也过来玩吧。”宋真真的长相是那种柔和清丽的，但说的话总是暗戳戳地藏着锋芒，这一点她和宋母很像。我冷眼看着她递到跟前的邀请函，宋策在一旁嗤笑道：“也就真真你肯高看他了。宋叔他家里穷成那样了，别说参见晚会了，衣服都不一定买得起。”他每说一句话，我旁边的亲生父母就往下低1分头。我攥紧了拳头，一把扯过那张邀请函，皮笑肉不笑挤出来一句：“谢谢你，我会参加的。”我转身离开，身后哄堂大笑。回去的路上，我妈一直结结巴巴地跟我讲家里的情况，说我有2个双胞胎妹妹，都在市重点上高中，很乖，只有我一直低着头一言不发。我爸看了看我，最后用布满茧子的手捅了捅我妈的胳膊肘。我抬头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，是一家一向以高消费出名的咖啡店。因为正在和某个知名的大 IP 联名，店里挤满了人，都是些穿着漂亮的年轻女孩。我妈伸头看了眼门口的牌子上写的价格，犹豫了一会儿，最终从怀里掏出来一大包零钱，1块5块的都有。在过往路人们嫌弃的眼神中，她清点了338元，交给我爸：“你去给叔叔买一杯。”338，那是这家店的招牌，也是价格最高的一款。不用，我伸手去拦，却还是晚了。我爸已经满头大汗地拎着一杯打包了的咖啡出来，手里还抱一只恐龙玩偶。“叔叔，你们年轻人应该都喜欢喝这个，还送了个这个，你尝尝看，喜不喜欢？”我心头一暖，接过玩偶和咖啡，轻轻点头：“喜欢。”大约1个小时后，我回到了我的新家，家在市中村，很破旧，但很整洁。我妈口中的2个妹妹已经做好了饭，
怯生生地站在门口等我们。吃过午饭后，我爸洗碗，我妈要送我2个妹妹去学校，但是家里临时来了人送货。我妈犹豫了一会儿，又从怀里拿出来那个零钱包，我伸手按住了她的手。我去送芝芝和瑶瑶去学校，我叫了一辆顺风车，送2个妹妹到学校，并塞给他们1人200块钱。晚上我有点事，如果来得晚的话，你们就自己打车回家，顺便买点东西给他们。谢谢，姐姐。离开学校，让司机送我去福彩大楼，兑换了2个亿的奖金。我花了2000万在市中心买了一套别墅，又买了辆保时捷，最后才开着保时捷去商场，选了一件高定礼服，化完妆，直奔慈善宴会。这次慈善宴会由顾氏集团牵头，华城宋家和江家等各大家族也纷纷响应，因此来参加的大多都和我是老熟人。我举着橙汁照常游走在众人当中，宋真真看见我，脸上的笑瞬间僵住了。叔叔姐，我还以为你不会来了呢。宋真真突然叫了我一声，她从人群中挤进来，生硬地笑着。叔叔姐，你家里都熟悉了吗？叔叔阿姨今天收到的废品多吗？她这话一说出来，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阵哄笑声。刚才对宋叔说话的那个女生是谁呀？怎么从来都没有见过？你还不知道啊？圈子里今天都传疯了，说宋叔其实并不是宋家的千金小姐，只是一个收废品的女儿。真正的宋家千金其实是宋真真，当年被保姆抱错了。咦，收废品的那得多脏啊，想想就恶心。宋叔家里既然变得那么穷了，怎么还能出现在这里？他身上那件礼服看着也不像收废品的能买得起的呀。宋真真一脸天真好奇，继续问：叔叔姐，你的礼服是在哪里租的呀？贵吗？要不要我先借你一些钱？礼服啊？我不看他，漫不经心地把玩着自己的手指，也不贵，几百万而已，穿着玩玩罢了。宋真真脸上带着淡淡的轻蔑，显然是笃定我是嘴硬。也是，毕竟在他眼里，我没了宋家千金的身份，怎么可能还能拿得出这么多钱？周围的人纷纷也交头接耳，他亲生父母真的是收废品的吗？怎么可能拿得出几百万买一件礼服？我笑道：有没有这么多钱，你们应该去问宋真真，毕竟她才是真真实实的在那个家里待了20几年。也许是我的话戳到了宋真真的痛处，让她想起来些什么不好的过往。她的眼神像淬了毒一样，恶狠狠地瞪着我。她皮笑肉不笑：叔叔姐，家里穷拿不出来那么多钱就拿不出来，别为了面子做那些不正当的事儿。叔叔阿姨知道了，肯定会很难过的。他没有明指什么才是不正当的事儿，但在场诸位都是常年在圈里浸润过的，有些事儿不需要说得很直白，彼此也都能心知肚明的。于是众人看向我的眼神更加鄙夷，果然心脏的人看什么都脏。我垂眸扫过宋真真悄悄攥紧的拳头，懒洋洋地说：哦，对了，今天走得急，忘了跟你们说了，我买彩票中了2个亿。人群中彻底炸了，宋真真也维持不住脸上的体面了，清丽的一张脸耷拉着，咬牙切齿地说：恭喜你啊，叔叔姐。我无所谓地耸耸肩，转头重新给自己倒了一杯橙子汁，身后却响起来宋真真的声音：江岸哥哥，你终于来了。我手上一晃，橙汁就从高脚杯洒了出去。江岸原本是我的未婚夫，和我算是青梅竹马，我们一直感情很好。大学时候我去了国外留学，临走前他送给我一枚樱花胸针，他说会等我回国。半年前他接手了江氏集团，当上了 CEO。 我毕业回国，进了娱乐圈，十分幸运地接到了人生第1个剧本。我在剧组拍戏的时候，他就给我在的剧组投资赞助，圈里人都羡慕我有一个绝好的未婚夫，长得帅多金还特深情。直到半个月前，他突然和我说分手，然后又一声不吭地撤销对剧组的赞助。收到分手的消息的时候，我刚拍完一场戏，当天晚上就因为情绪崩溃而大哭了一场。幸好我的导演人很好，
并没有因为江岸的撤资而给我穿小鞋，我才能顺利拍完那部电影。分手的这段时间，我一直在努力让自己维持着骄傲，不去找他，却没想到还是会在这里碰到他。而他笑盈盈地挽着宋真真的手，宠溺地问：“真真，怎么来得这么早呀？”宋真真不着痕迹扫了我一眼，对他撒娇道：“我要是来得晚了，你肯定要等我很久。我怎么舍得让你等我呢？从前说要等我的少年，现在却又把承诺给了别人。”我闭了闭眼，几乎有一种窒息感，急切地想要逃离这里，但宋真真却明显不想放过我。她挽着江岸向我走过来敬酒，但是却在离我半米远的时候崴了一下脚，手里的酒杯没拿稳，全部向我的方向泼了过来。啊！尖锐的叫声响起，但不是我的。宋真真崴脚的一刹那，一个穿着华贵礼服的女孩正从我面前经过，冷不防就被加了冰块的酒泼了一身。那姑娘可是顾家最受宠的大女儿，宋真真是宋家千金。这俩人碰到一起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说来也挺奇怪，我刚刚看着宋真真，明明是想往宋叔身上泼酒的，怎么就泼到了顾威身上？周围人都在幸灾乐祸地笑着，宋真真也没想到自己会泼错人，刚才还趾高气昂的气势瞬间消失了。她连忙红着脸过去道歉。我拿过纸巾盒递到顾威面前，顾威接过我手里的纸巾盒，这才皱眉看向宋真真：“你就是宋家从乡下接回来的丫头，刚从外面回来没教养。我也理解，但是既然回来了，还是多跟宋叔学学该怎么做一个真正的千金，别到头来还是个没教养的野山鸡。”宋真真脸上红一块白一块，嘴唇嗫嚅着，眼角泪光若隐若现。“对不起，顾薇姐，我会赔你的礼服的。”“很好，500万记得让宋家打到我账户上。”顾薇说完，将纸巾盒还给我，对我笑笑：“今天谢谢你了，宋叔，改天我请你吃饭。”他说完扬长而去。“叔叔姐，我也不是故意弄脏顾薇姐的礼服的。你看你刚中了头奖，也不缺钱，能不能帮我赔给顾薇姐呀？”宋真真捏着脸来拉我手，婉拒了哈。我立刻后退半步，躲开她的动作。宋真真的手扑了个空，脸上有些尴尬和恼怒。她转身拉着江岸过来，娇滴滴地摇着他的胳膊，故意用很大的声音说：“江岸哥哥，你看叔叔姐，我就跟他借一点钱，他明明有2亿了都不肯借给我，他怎么这么小气啊？你说叔叔姐是不是因为你甩了他而生气呀？都是我不好，我要是能比叔叔姐早点认识你就好了，不关你的事。”真真，江岸眼神温柔的能掐出水，抬头对我却满脸嫌恶：“宋叔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我爱的人从来只有真真，你这个冒牌货再怎么纠缠，也只会让我觉得恶心。从前那个一切以我为先的少年，现在却对我恶语相对。”我心凉了一片，身形一晃，有点站不稳，身后有只手扶住了我，温和富有磁性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：“宋小姐，好久不见。”我抬头，对上一双潋滟无波的眸子。顾氏集团掌权人顾威的弟弟顾随，传闻中雷厉风行、不近人情的冷面总裁，在商场是出了名的毒舌，寻常人见了他都要退避三舍。我从前只在各大报刊封面见过他，这还是第一次见到他真人。他垂眸看了我一眼，确认我站稳了才收回手，转头对江岸说：“江先生，小孩子都知道，帮是情分，不帮是本分，怎么还道德绑架的？宋真真是你的女朋友，你既然心疼她，你便替她还了就是了，怎么还放任自己的女朋友向陌生人乞讨？”他这话说得很毒，众人哗然。顾总居然在帮宋叔说话，宋叔家里都成收废品的了，顾总怎么可能会帮他？顾家和江家最近不是有大合作吗？顾总怎么为了一个穷人家的女孩，当众给小江总难看？哎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小江总也就只是个名头，他在江家也没什么实权，大权都在他二哥手里。江岸脸色铁青，眼神像刀子一样刮在我身上。
顾随眉梢微挑，江岸这才不得不咬牙切齿地递给宋真真一张支票：“真真，你拿着去还给顾薇小姐。”宋真真也被羞辱得脸色铁青，她故意挤到我和顾随面前，微笑着说：“顾总，我和叔叔姐可不是陌生人，跟您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叔叔姐，他今天刚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。”谢谢，但是没有必要。顾随礼貌而疏离地打断他的话：“没有必要向他介绍我吗？即便知道像他这样站在最高位的人，确实有无视人的资本，但我还是有点难受。尤其是他刚刚才帮了我。”宋真真显然乐得见我吃瘪，眉梢间都掩饰不住喜悦，似乎在说：“看吧，我就知道你这种穷人家的孩子都不配被顾总认识。”顾随却笑笑：“我认识宋叔小姐。说起来，我和宋叔小姐还是大学同学，在学校时就经常听说宋叔小姐。”他说这话时是偏头看着我的眼睛的，清冷的面孔上浮现淡淡的笑意。“你很优秀。”他的眼型很漂亮，尤其是浅浅的笑着的时候，我的心猛地漏了半拍，刚才的那点失落瞬间烟消云散。“谢谢你。”宋真真接连吃瘪，气呼呼地踩着高跟鞋转身离开。江岸去追他，因为刚才顾随替我解围，我和他便自然而然地和他攀谈了起来。我们聊了很多，但不管我说什么，他都能接上话，然后再抛出去另一个话头，从来不会让我的话落空。大约8点半的时候，宴会才进行到一半，我轻轻拍了拍顾随的肩膀，向他告别。顾随也跟着起身：“我送你。”“不用了，顾先生。”我笑着拒绝。我妹妹下课了，我去接他们回家。宋真真就坐在我们后排的位置，不屑地讥讽：“就他们2个，能考上大专就不错了，还天天想着考清华北大。哦，对，我确实忘了，你自己就是高中辍学，连大专都上不了的。”我扫了他一眼，也不管他脸色多阴沉，直接扬长而去。我在学校外面等了一会儿，晚自习下课的铃声响起，同学们鱼贯而出。2个妹妹看见我，都是怯生生的，不敢过来。“你们谁要坐副驾驶位？”我拉开车门，对他们招了招手：“姐姐今天新买的车，带你们回家。”我，芝芝立刻举手飞奔了过来。我弯腰替她系上安全带，又拉开后车门，让瑶瑶上车。回去的路上，我注意到2个妹妹一直在偷看我，我好奇地扫过去一眼，她们又都低下了头。我不以为然笑笑：“姐姐。”芝芝突然小声地说：“你真好看，像大明星。”我顿时就很开心，偏头笑着对她说：“那等我以后成了大明星，第一个给你签名。”“姐姐，那我也要。”瑶瑶在后面也跟着附和：“好，也给瑶瑶。”芝芝歪着头眨了眨眼，突然小心翼翼地凑过来，小脑袋：“姐姐，我今天接到了学校的通知，我被保送清华了。”什么？我有点不相信自己听到的，连忙踩下刹车。芝芝却突然像霜打了的茄子一样，恐惧地向后退：“姐姐，你别生气，我不是故意要向你炫耀的。”明明还只是个孩子，却流露出这样害怕的表情，让人心疼，很难让人想象得到这孩子以前经历了些什么。明明爸妈看起来也不像会对孩子不好的人。我伸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脑袋：“芝芝，放心，我没有生气，我只是太惊讶了，原来我的妹妹这么厉害。你被保送清华，我也很替你开心。姐姐真的不生气吗？”芝芝迟疑地问我。但是真真姐姐就会生气，我和她说我考年级第1的时候，她就会打我，还不许我告诉爸爸妈妈。芝芝说着，宽大的校服袖口向下滑，露出来的胳膊上全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淤青。我心头一阵钝痛，我知道宋真真极度心强，但没想到她能恶毒到因为嫉妒而对2个孩子下毒手。“姐姐，我没事。”我勉强对她笑了笑。成绩优秀不是错，没必要藏着掖着。走，我们去买蛋糕，回去庆祝你被保送。好，姐姐，我也想吃蛋糕。瑶瑶也扒着椅背，眼睛里还闪烁着几分小心翼翼。姐姐，我也被保送了，保送的北大。我笑得嘴都有点合不上了。
没想到自家2个妹妹都这样优秀。好，那我们今天买2个蛋糕，咱们一起庆祝。回去的时候，爸妈还没睡，他们看见我手里的蛋糕，又从2个妹妹嘴里得知他们被保送清华北大的事，都同时愣在当场。但随即2个人喜极而泣，吃完蛋糕洗漱。家里没有单独的浴室，我爸特意烧了3锅热水给我们洗澡。刷牙的时候，我听到他们在房间里唉声叹气，商量着该从哪里弄来学费。商量到最后，他们决定去办助学贷款。睡前，妈妈拿着热好的牛奶送到我的床边，看着冒着热气的牛奶，我轻声开口：“芝芝和瑶瑶的学费我来出。”我对她说：“我在市中心已经买好了房，拎包入住那种。明天周末我们搬过去吧。”搬到新家后的第2个月，我接到了一个综艺的邀请，同样被邀请的还有宋真真。我这才知道，江岸和宋家为了送宋真真出道，特意砸了很多钱，才让她上了这次综艺。说起来有点讽刺，当初我说要进军娱乐圈的时候，他们一个个都要骂我丢人现眼，现在轮到宋真真的态度却都是180度大转弯。第1期节目开始，主持人让我们互相自我介绍，然后寻找队友组成一组。我自我介绍完后，宋真真突然插了一句：“叔叔姐，我听说你2个妹妹没有参加高考是吗？”她一句话说完，空气中的气氛瞬间凝固，几个嘉宾都倒吸了一口凉气。主持人打算开口替我解围，我坐直身体礼貌笑笑，确实，他们没有参加高考，那真可惜。宋真真惋惜地叹了口气，但我没错过她低头时脸上一闪而过的幸灾乐祸。其实读大专也挺好的，不丢人。不是哦，我笑眯眯地打断她的话。宋真真看起来似乎更开心了，她十分友善地替我解围，大专都考不上也没关系的啦，我可以找人帮忙，给他们行方便。那我还要谢谢你啊，我笑着说。不过帮忙就不用了，芝芝保送了清华，瑶瑶保送了北大，有些人的眼界确实也只能局限到大专了。其他嘉宾纷纷向我送上祝福，只有宋真真脸上青一块红一块，将牙齿咬得嘎吱嘎吱响，应该是节目组特意安排的。宋真真和当下最火的影帝一组，我和一个游戏区的 UP 主一组。节目的赞助商是一个卡牌游戏，组完队后的第1个任务就是下载卡牌游戏并抽卡，保底70抽，抽出金卡数量最少的将会被淘汰出局，都是新手。开局送了一个10连，剩下的资源要靠自己攒。考虑到节目的录制时间，宋真真选择了氪金，她财大气粗，4万块钱冲进去，给自己和影帝分别换了140抽，2个人280抽，4次大保底才拿到4张金卡。其他嘉宾纷纷感慨，有钱就是任性。宋真真谦虚地扮演着嘴笑笑，哎呀，我也就是运气不太好，就只能氪金了。不过以叔叔姐家的现在的情况，应该也没办法氪金吧？那确实只能慢慢攒资源了。众人面面相觑，不动声色向旁边挪了挪，生怕我向他们借钱。我的队友小声说：“叔叔姐，要不我们也氪金吧？你放心，我可以出钱。”不用，我摇摇头。我的队友一脸失落。有了宋真真牵头，其他嘉宾也都选择了氪金，但大都是大保底才出了1张金，唯一还没抽卡的就只剩我们组了。宋真真向我们这里瞄了一眼，呀，叔叔姐，你们只有10抽啊，这肯定会抽不到金卡的，那你们就会被淘汰的呀。我的队友生无可恋地把手机塞给我，被淘汰就被淘汰吧。我十分平静地点下抽卡的确认键，屏幕上抽卡动画迟迟没有结束。宋真真看我面无表情，趾高气昂地坐过来：“叔叔姐，你别灰心，抽不到就抽不到，这也只能说明你没钱还运气不好。不好意思，你知道6蛋黄吗？”什么？宋真真一愣，显然没明白我在说什么。我把抽卡结束的手机屏幕在他眼前晃了晃，一发10抽6个金，6蛋黄啊！
宋真真彻底愣住了，她噌地站了起来，一副被雷劈了的样子。怎么可能？我的队友瞬间鲤鱼打挺弹坐起来，将宋真真挤到一边，激动地捧着手机，边惊叹边摇头。卧槽，双蛋黄我都不敢想，你居然是6蛋黄，舒舒姐，你这也太欧了吧！忽然不知道想到了什么，我的队友又氪金充了10抽，他虔诚的双手将手机捧到我面前，我点击确认，抽卡的动画持续了约有1分钟，我的队友彻底跪了，这次居然还是6蛋黄！我靠，舒舒姐你说呀，赞助商是不是真的暗恋你啊？这也太欧了吧！舒舒姐，以后我的抽卡都靠你了呀！我的队友整个人陷入狂热状态，其他嘉宾也眼红得很，纷纷凑过来送上手机，让我帮忙抽卡。最后还是赞助商的工作人员巧咪咪把我拉到后台，塞给我一张支票，让我以后远离这个游戏才算结束。节目播出后，我因为天选锦鲤的体质收割了一大波热度。有后台的宋真真反而因为频频作死，频频被打脸成了全网潮。网友们骂她丑人多作怪，被打脸啪啪响。一连几天，宋真真都黑着脸，每次看见我的时候，眼神狠毒的像是要把我杀了一样。然而没过2天，导演却突然打电话和我说，让我第2期不用来了。紧接着，公司也向我发来的解约通知。电话里，我问经纪人原因，他支支吾吾的也不肯说，只是说让我明天去公司签解约合同。我把自己关在卧室里，消沉了一整天。爸妈不敢进来打扰我，只是让2个妹妹点了我平时最爱的巧克力熔岩蛋糕和咖啡，送进了我房间里。芝芝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姐姐，你别担心。”我和瑶瑶可以好好读书，以后当导演，只给姐姐拍戏。我笑着揉了揉她的脑袋，心情好了不少。第2天，我早早到了公司，我提前坐进会议室，脑子里还在考虑着一会儿的谈判，余光却瞧见了隔着百叶窗的走廊里，宋真真挽着江岸的胳膊出现在了公司。我的经纪人谄媚地对他们点头哈腰。江先生，宋叔的解约合同已经下来了，宋小姐的签约合同也下来了。等宋叔解约后，公司会按照江先生的要求雪藏他，以后他的资源就都是宋小姐的了。您看看，现在要去签合同吗？宋真真笑得很开心，踮脚亲了一下江岸的脸颊。江岸哥哥你真好，居然为了我花了这么多钱。不过你说舒舒姐要是知道当初是我让你撤销对他第1部电影的投资的话，他会不会生气呀？江岸温柔地安抚他：“真真，他一个冒牌货，谁在乎他生不生气？我只在乎你。”我不由得捏紧了手机。宋真真恨透了我。如果这些都是他撺掇江岸搞的鬼，那确实也在我的意料之中。但是我没想到的是，原来早在江岸和我提分手前，他们2个就勾搭上了。我脚踩着高跟鞋从容走过去，啪啪2巴掌，一耳光给江岸，一耳光给宋真真。我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宋真真被我打懵了，当场尖叫道：“宋叔，你敢打我！”江岸黑着脸扬起手，就要还手。我仰头直视他的双眼：“你们刚才的话我已经录音了，你大可以替他打回来。但是我就不能保证我会不会把这段录音放到网上。就算你江岸不是公众人物无所谓，但是你猜猜，到时候宋真真会不会身败名裂？一个出轨，一个知3当3，你们2个还真是绝配。”宋叔惊恐地看着我，一把抱住江岸悬着的胳膊：“江岸哥哥，别！”江岸忍了又忍，才放下手，像是看见什么脏东西，嘲讽地扫了一眼我手上的解约合同：“宋叔，离开我之后，你就把自己混到这种地步了。这样吧，你现在跪下来给真真道个歉，我还能看在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份上，介绍你去一家小公司。不好意思，小江总。”老板风风火火地从外面一路小跑了进来，打断了他没说完的话。他弯着腰对着江岸连连道歉。江岸脸上的得意更明显了，赶紧签了解约合同，把他赶出去。宋真真依偎在江岸的怀里，也得意地瞪着我：“
啊，抱歉呐，小江总。老板有些错愕，尴尬地摸了摸脑门上的汗。我的意思是，公司不能和宋书小姐解约了。江岸和宋真真都是一愣，老板尴尬地陪着笑，解释道：“我刚接到王导的电话，宋书小姐第一部电影在国外上线了，票房大卖，突破60亿。宋书小姐也被提名了金棕榈奖，所以实在不好意思，我们不打算和宋书小姐解约了。”说着，他又向我连连鞠躬赔礼。宋书小姐，是这样，为了表示我的歉意，我可以升级你和公司之间的协议，让利10个百分点。宋真真当时气得眼眶红红的，眼泪都要掉了下来，撅着嘴掐了江岸一把。江岸哥哥，江岸烦躁地拍了拍他的手，以示安抚，阴恻恻地问：“看来李总是打算为了宋书放弃江氏的投资了。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，得罪了江氏和宋氏，你会丢失一大批商业合作伙伴的。”这老板一愣，一时间有些为难。我勾唇笑了笑，投资这东西，江氏能撤资，我就能入股。我可以投5000万到公司，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能够缓解公司资金周转的问题呢？啊，这，那太好了，宋书小姐。老板大喜过望，也顾不上应付江岸和宋真真。我现在就召集股东开会，等下我们就去签合同。不好意思，真真小姐，小江总，失陪了。宋真真和江岸2个人威胁不成，脸色黑得像锅底。我得意地对他们挑了挑眉，转身头也不回地离开。签完新的合同，我成了公司的新股东，和李总客套了一会儿，便离开了。在停车场，我又遇到了顾随，我礼貌地打招呼：“好巧，顾先生。”不巧，顾随浅浅地笑着，有些不自然地摸了摸鼻尖：“我在等你，宋书小姐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看错了？这个一贯以成熟和雷霆手段出名的男人，耳根红彤彤的，有点像情窦初开的大男孩。”我挑眉，示意他继续往下说。顾随弯腰拉开车门，拿出来一捧花：“宋书小姐，恭喜你的第一部电影票房大卖。如果不介意的话，我可以邀请你共进晚餐吗？是我的荣幸。”吃饭间，顾随一直在向我示好，有些笨拙，但又点到为止，很有边界感，并不会让人觉得有压迫感。最后结账前，他笑着看着我的眼睛说：“宋书小姐，我知道你最近遇到了一些麻烦，如果你有需要的话，可以随时找我。你知道的，如果是你的要求，我永远不会拒绝。”他很聪明，在向我伸出援手的时候，是以一种很谦卑的态度，给我留够了体面。谢谢你，顾先生。我很感谢他，但还是委婉拒绝了他的帮忙。经过江岸那一次突然反水后，我就已经很清楚了，靠男人帮忙也许会昙花一现，但终究是走不远的。我不是那种甘心于昙花一现的人，但他这个人我又确实是喜欢的。既然喜欢，那就得留出来一点人情余地，互相牵扯。我一向不会掩饰自己的喜欢，于是在他送我到家后，我邀请他出席我的首映会。顾随眼里的失落被意外取代，但很快他又轻轻笑开来：“我会准时到的，宋书小姐。”我笑着关上车门，叫我宋书就可以。首映会那天，顾随穿得很正式，就坐在我右手边。我把之前他借给我的那一件外套也带了过来，顺手还给了他。衣服我已经洗干净了，上次谢谢你替我解围，我应该做的。这还是我第一次看自己演的电影。顾随看得很认真，中途的时候，我感觉到我放在扶手上的手指尖被轻轻碰了一下，低头看去，顾随的手也放在扶手上。他的指尖小心翼翼地碰了碰我的指尖，又匆匆收回去，五指不安地攥紧，又松开，借着大荧幕照出来的光，我看见他的侧脸有些红。我抬手附上他的手背，顾随一愣，偏头看了我一眼，又反手将我的手握紧在掌心。首映结束，赢得了满堂喝彩声。我戴上鸭舌帽和墨镜，悄悄拉着顾随从前门溜了出去，以免等会儿被人群发现。顾随任由我拉着，
但是在电影院门口，我看见了宋叔一个人站在门口东张西望，不知道在等谁。顾随往我眼前一站，挡住我的视线，语气有些酸溜溜的：“别看他了。”我忍俊不禁：“好，不看了。”我的第一部电影在国内也反响热烈，票房大卖。我也凭借这部电影再次爆红，一举拿下了金棕榈奖。为了庆祝，我爸妈包了一艘轮渡。吃饭间，他们两个神神秘秘地递给我一份文件，是一家上市公司的股权转让书，转让方是我妈，受让方是我。我有点不明所以。我爸笨拙地组织着语言跟我解释：我们刚搬家那段时间，你不是给我们了些钱，让我们自己做生意吗？我和你妈妈也不知道做什么，就想着，没想到生意做得越来越好。后来芝芝瑶瑶跟我说可以注册一家公司，我们就搞了。现在公司也上市了。你平时工作忙花钱的地方肯定多，你妈妈和我一合计，就决定把公司股份转给你。如果日后你不想结婚，自己留着钱也是个保障。我眼眶一湿，眼泪吧嗒吧嗒就掉了下来。以前在宋家的时候，宋父宋母就一直不喜欢我。我用自己兼职挣的钱出国留学的时候，他们天天催我回国，倒不是想我了，只是想让我早点回国，和江岸结婚，给宋家多捞一点好处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从来没从他们那里得到一点属于家人的关心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翻来覆去也睡不着，就轻手轻脚地下楼到外面散心。今晚没有月亮，小区里的灯很灰暗，蚊子也嗡嗡嗡地乱飞。我被咬了好几个包，便想回去，眼前一个黑影闪过：“宋叔，我恨死你了，你为什么不去死啊？”我连忙躲开，黑影扑了个空，摔在地上。借着微弱的路灯光，我看清楚了她的脸，是宋真真。她的头发乱糟糟的，脸上的黑眼圈儿也很严重，手里还握着一把水果刀。一看见我就不管不顾地向我扑过来，眼底的恨意似乎要将我剥皮抽骨。她好像疯了一样，我拔腿就跑，慌乱间拖鞋都被甩飞了一只。所幸我出来走的不是很远，拉开家门砰地带上，宋真真没追上我，只能隔着门发疯一样的乱叫，手里的水果刀一下接着一下捅在门上。我家人都被吵醒了，他们透过猫眼看见发疯了的宋真真，担忧地将我上上下下都看了个遍，确认我没受伤，才松了一口气。芝芝打电话报警，很快宋真真就被警察带走了。我死里逃生，还心有余悸，抱着抱枕靠着墙坐在地上。芝芝告诉我，我的电影首映那天，有网友拍到了宋真真在电影院里划烂了有我的脸的宣传海报，在上面写满了恶毒的脏话。视频传到网上，宋真真被网暴了整整1周。宋家和江岸花大钱给他砸的资源，也都被他做没了。而且不知道为什么，瑶瑶一脸不解，宋家突然破产了。宋家大哥也因为出车祸进了医院，没抢救过来，现在宋家都在骂他是灾星。宋真真已经来我们家蹲了好几天了。继那天宋真真被警察带走后，宋母也找了上门，几个月不见，她已经是满头白发了，看上去很憔悴。芝芝给她倒了一杯温水，宋母双手捧着水杯，欲言又止。我让芝芝和瑶瑶先出去，递给她一张银行卡，这里是50万，密码6个8。我声音淡淡，就当是偿还宋家养我的这20几年。叔叔，宋母握着银行卡，突然崩溃地将脸埋在膝盖间大哭。我当初就不该接那个灾星回来呀，叔叔。自从他回来后，我们宋家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，每天都在给他收拾烂摊子。叔叔，你要是有时间，就多回家看看。你大哥走了，你爸也很想你。我懒得听他抱怨。您现在可以走了，慢走，不送。我让保姆赶走了宋母。顾随今天约我吃饭，我收拾好心情，化了个美美的妆去赴约。因为是工作日，路上车不是很多，开车等红灯的时候，我随意向后视镜看了一眼，却发现在我车的后面不远处，
一辆红色的宝马继续向着我这个方向行驶过来，越来越近，却丝毫没有要刹车的迹象。我心头警铃大作，红灯还有30秒，那辆车还在往前开。我连忙踩下油门，调转方向盘，向右转弯行驶到新的车行道，又看了眼后视镜。刚才那辆宝马还在原路口直行，看见我转弯，似乎也想跟着转弯。但这时红灯跳绿，那辆宝马和一辆法拉利迎面撞上，发出砰的一声巨响，火花四起的一瞬间，我看见从法拉利上挣扎着爬出来一个人，是江岸，但很快他就倒地不起了。变故来得太过突然，交警、120、消防员接连赶到。我把车停到路边停车带，乖乖配合交警的调查。虽然我是为了躲避肇事者紧急避险才变换车道，但还是被扣了分。我还因为刚才那场车祸而心有余悸。待看到被交警从宝马上拉下来的宋真真时，我气血一下子全部向大脑涌过去，大脑宕机，一片空白。又是宋真真，他想杀的是我。交警们做完调查后就放我离开了。顾随匆匆赶过来，一把将我拥入怀里。没事了，叔叔，没事了，叔叔。我还心有余悸，双手紧紧抓着顾随胸前的衬衫，半天不知道该想什么。江岸被抬上担架，送去医院急救。宋真真双手上了镣铐，被交警带走。从我身边过去的时候，我看见他恶狠狠瞪向我的眼神，像从地狱的阴沟里爬上来的毒蛇，要置我于死地。他像疯了一样，完全不顾形象地当着大街冲我喊：宋叔，为什么你没有死啊？明明死的就应该是你呀，是你偷走了我的人生，为什么像你这样的人还能活得这么好？宋叔，你真该死啊你！别听，叔叔。顾随下巴抵在我的发顶，宽大的手掌捂住我的耳朵，帮我隔绝宋真真那些恶毒的诅咒。别听，叔叔。江岸抢救无效，不治身亡。警察调取了车祸当天的监控视频，宋叔恶意追尾，故意杀人且致人死亡。但因为有宋家积极赔偿，认错态度良好，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。法庭上，我坐在证人的位置，一脸平静地目视着前方。宋父这次彻底受不住打击，心脏病突发去世。宋家上下现在只剩下宋母，她在法庭上失声痛哭，最后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宋真真被拉走。审判结束，我起身离开。叔叔，宋母突然叫住我，我冷漠地回头看她。宋母被刘妈搀扶着向我走来，她眼中含泪央求我说：叔叔，以后常回来看看吧。我又想起来了以前，我考了年级第1的时候，兴奋冲冲地跑回去找他，他却劈头盖脸把我骂了一顿，说我除了学习一无是处，以及他把我赶出宋家那天的刻薄。我不要，我冷声拒绝，转身离开。顾随和我2个妹妹都在外面等我。我飞速和2个妹妹分别拥抱了之后，又扑进她的怀里。阳光很好，我也将有我自己的生活。下面我们来听第2个故事。我是京圈最受宠的小公主，我爸是首富，我妈是顶级设计师，妹妹是影后，人人都羡慕我手握爽文女主剧本。直到我被绑架，绑匪把我切成碎块的时候，凑在我耳边说：是你家人雇我来的，猜猜看，是他们中的哪一个？5年后，我死而复生，重新敲响了石家的门。今天是娱乐圈当红小花石星拿下影后的日子，各大媒体争先报道，热搜也直接被刷爆，到处都是夸赞石星的评论。出道至今零黑料，有天赋，有演技，又努力，太牛了！那于天降紫微星的星，是石星的星。呜呜呜，女儿太争气了。很快就有眼尖的网友扒出来石星显赫的家庭背景，石家的掌上明珠，京城石家，豪门中的豪门，家主石晋生今年刚坐上京城富豪榜的第1把交椅。他的夫人思沁是国内顶尖设计师，原创的成衣系列受尽上流圈子的追捧。不仅如此，夫妻2人感情和睦，行事也很低调。
除了慈善晚宴，几乎不会在任何公开场合露面。网友们再次沸腾，人人都说石星是实至名归的京城小公主。可互联网没有记忆，他们忘了5年前石家还有另一个女儿，那个女儿叫石静。颁奖典礼结束，是石星的庆功宴。她一身高定礼服，曲线玲珑有致，站在名利场的中央，笑得格外璀璨动人。都说红气养人，5年未见，石星从出道之后，星路就越走越顺，人也的确越来越美了。我赤脚站在宴会厅外，姿态落魄，周围有蹲点的媒体频频驻足，对我议论纷纷。在那群长枪短炮的注视下，我抬手敲响门。来开门的人是石家的管家张妈，看到我的脸后，她愣住了。你是？我哽咽着开口。张妈，是我呀。张妈端详着我，倒吸一口凉气，突然激动地大喊起来：先生，太太，是大小姐，大小姐回来了，整整5年了。石静终于又回来了。5年前，京圈出了一起轰动的绑架案，受害人就是石家千金石静。通常来说，绑匪绑架妇人是为了赎金，但那个绑匪对外宣称他什么都不要。他开了一场丧心病狂的绑架直播，在阴暗的地下室里，石静满脸泪痕，嘴里被塞满钞票，一切都像一场恐怖的表演秀。奄奄一息的石静咬紧牙关，坚信石家的人会来救他，毕竟他们是那么爱他。可最后，绑匪关掉直播，说出一个秘密：石静，我知道你是石家领养的女儿，可雇我来的就是你的家人，所以从一开始就不会有人来救你。要不要猜猜看是谁？你猜对了，我就让你活下去。他根本没有给石静任何回答的机会，直接割开了他的喉咙。临死前，单纯善良的石静没流一滴眼泪。他在想什么呢？大概只有无尽的绝望。慈祥的爸爸，温柔的妈妈，活泼可爱的妹妹，这里面藏着想置他于死地的人。自从被从孤儿院带走之后，他从他们身上收获了太多温暖。石家给他优渥的生活条件，给他家人的爱，这些仿佛让石静做了一场美梦。他感激涕零，小心翼翼地爱着他们，因为石静真的很想拥有一个家。可他从未想过，也想不明白，为什么他那么爱的人会想要他的命。你一定很好奇，如果真正的石静死了，那我又是谁？我是那场残忍直播的观众之一，也是石静在被领养前唯一的妹妹。以前我叫徐善，可是从姐姐死去的那天开始，我的名字叫石静。我被带到会客室，面前是姐姐生前的3个至亲：首父石晋生，他的妻子思沁和小女儿石星。他们的目光同时看向我，思沁掩住红唇，声音有些颤抖：宝贝，真的是你吗？石晋生撑住他的身体，英挺的眉目平添几许风霜。他从惊讶中回过神，眼底微微泛红。小静，爸爸没有看错吧？是小静回来了。我眼睛红红，像是哭过，抓紧衣角，迟迟不肯上前。是我，他们想拥住我，我抗拒地推开，背过脸去，有泪水从眼角滑落。爸妈，别碰我，我脏，我被那样对待，已经不配做石家的女儿了。这句话把所有人都拽回某段肮脏不堪的回忆。思沁终于没忍住，心疼地抱住我，低声啜泣起来。他身侧的石晋生抬起大手，摸了摸我的头，他放软了语气安慰我：无论发生什么，你永远都是石家的女儿。当年直播断掉后，你下落不明，可如今你能回来就好。至于那些不快乐的事，咱们就此翻篇。思沁拭去眼角泪水，也宽慰道：宝贝，把不开心的事情都忘记吧，爸爸妈妈永远爱你。我热泪盈眶，也紧紧地回抱住他们。多么感人又温馨的一幕。那句爸爸妈妈永远爱你也像是诅咒。如果是真正爱女儿的父母，经历了这种事，又怎么会轻易翻篇呢？当年石静被害，担心丑闻会影响家族形象，石晋生选择冷处理。3天不到，他就悄悄派人撤了案，不再追究石静的下落。所以外界只知道姐姐失踪，
并不知道他早已惨死。那会儿思庆的设计生涯跌入谷底，他靠着姐姐失踪的新闻回到大众视野，借此推出母女主题的成衣设计，重新翻红。无论谁是雇佣绑匪的真凶，他们也都是得利者。在我眼中，他们与杀害姐姐的凶手无异。呵，真他妈搞笑！突然响起一道突兀的冷哼，石星阴沉着脸，远远地看着我们。他扬起手，点燃一根女士香烟。你们就不怕他是骗子？要不要我提醒你们一句，之前就有人冒充石镜找上门，如果他别有目的，想趁机混进石家，到时候出去随便爆点料，那我的事业就全毁了。还有，外面那帮记者全都拍到了他，有这时间，不如好好想一想，明天发布会上我到底要怎么解释他此时暴怒的样子，和粉丝们心中的那个治愈系甜妹判若两人。尤其是看向我的时候，眼神总是惊疑不定。石星好像很紧张，我心中冷笑，表面上却低着头，一副受了惊的样子。对不起，我是不是不该出现在这里？看我黯然神伤。石晋生皱眉训斥：阿星，你吓到他了。我相信我的直觉，她就是你姐姐。石星冷哼：姐姐？万一石镜早就死了呢？我心头一跳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差点就要被我抓住，又悄然溜走，面上却仍然维持着惊恐的模样。石星大吼的声音尖锐刺耳：为什么你们都不考虑我的感受？他只是失踪了5年而已，可我要被毁的可是一生的事业。失踪的女儿是女儿，一直陪在你们身边的女儿就不是吗？只是失踪5年而已吗？这5年里，石镜可能会遭受的苦痛，竟然被他说得如此轻描淡写。石星冷漠的样子令我恨意翻涌，我死死捂住耳朵，身体也不由自主地向后瑟缩。思庆厉声呵斥：阿星，你先别说了，你姐受不了这种刺激，我们总会知道她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小静。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。一瞬间，我的出现仿佛让所有人都站在了石星的对立面。他掐着半截烟蒂，那双蛇一样美丽的眼睛厌恶地看向我。石星忽然想起什么似的，朝我走过来。他靠近我，笑容里多了几分危险的意味。你说你是我姐，冒牌货，那你说说看，石镜以前都是怎么喊我的？石星那双漂亮的眸子里闪烁着志在必得的光，他似乎料定我会出错。石晋生和思庆一起看向我，神色各异，那眼神说明他们的确没有完全信任我。不过这在我的意料之中，我流露出困惑的神色。楠楠，你在说什么？石星脸色一僵，神情有些不自然。你确实比之前那些蠢货强多了，至少你知道我改过名字。石家姐妹改过名字这件事，只有少数人知道，石北静和石南星。那时候姐姐给我写信，信里总是一口一个楠楠地称呼着另一个妹妹，还害我吃醋很久。这次重新出现在石家，我早就事先留意了所有细节，更别提昵称这种小事。另一边，石星话锋一转：不过这也不算什么难事，别以为我就这么相信你了。我苦笑：楠楠，我不明白你的敌意为什么这么大。如果我回来这件事真让你这么不舒服，那我现在就走。我起身径直朝着门口走去。此时我赤着的双脚全是大泡和伤口，再往上是伤痕累累的小腿，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，模样十分凄惨。路过石晋生的时候，我踉跄着险些摔倒，他恰好看到我脏污不堪的双足。够了，石星！石晋生目光微动，突然出声斥责道：让你姐姐先留下，其他的事以后再说。我重新住进了姐姐当年的房间，里面的摆设应该都是她生前的样子。我恍然记起从前刚到孤儿院的时候，因为性格乖戾好斗，我并不受待见。那群老师说我什么来着？哦，他们说我先天性情感缺失，是个小怪物，让大家离我远点。为了融入集体，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正常人，我开始模仿身边人的微表情，观察并学习他们的一言一行。我以为我伪装得很好，可还是露馅了。
某天，班上同学养的小仓鼠被人弄死了。老师质问起来的时候，没人承认，大家都被那尸体的惨状吓得一直哭，唯独我没有任何表情。就凭借这一点，老师觉得是我干的。我说我没有。老师骂我：你这种冷血无情的怪物，撒谎成性，不是你会是谁？姐姐站了出来，她勇敢地为我辩解，还说那天我们全程都在一起值日，我没有杀死小鼠。原来被人坚定的维护是这种感觉，以至于姐姐问我叫什么的时候，我下意识地说了实话，没有人为我取过名字。好啊，那以后我就叫你小善吧，善良的善。我叫徐静，以后我就是你姐姐了。姐姐蹲下身，帮我擦干手掌，认真地告诉我：小善，你不是怪物，只是神明亲吻你额头的时候，忘了告诉你那是爱。她的解释可真美好。我呆怔在原地，感受着胸口的那股异样的闷痛。其实我骗了姐姐，那只小鼠就是我杀的。它的主人几次三番利用那只小畜生欺凌我，任由它钻进我的衣领和裙底，抓挠我的皮肤。我愤怒，所以摧毁。小静就这样成了我的姐姐，也成为我这只怪物唯一的枷锁。从那以后，我没有再对任何人和事起过杀念。我笨拙地学着姐姐的样子去爱这个世界。现在姐姐死了，这意味着我的枷锁也断了。可是没有姐姐的我，本来就是怪物啊！第二天，我的名字空降热搜第一。我看着那些评论，勾了勾嘴角。石家以为他们有钱就能一手遮天，可他们偏偏忘了，有些和我一样疯的狗仔，他们不要钱，只要流量。我早就事先联系过他们，才会故意挑在昨天那个时间出现在石家。不管我是不是真正的石静，只要有人拍到石家大小姐回来这件事，都会通过舆论发酵成既定事实。外面闹得越大，石家越可能留下我。另一边，因为没出成风头，石兴勃然大怒，怒火甚至延续到了餐桌上。他脸色不快：爸，你说过你会帮我搞定一切的。石晋生慢条斯理地擦嘴：当时我不同意你进娱乐圈，让你老老实实继承家业，你非要对着干，结果呢？每次出了什么事，自己都没办法摆平，只能靠家里人。石兴撅着嘴不说话。见状，石晋生放缓了语气，安慰他：行了，几个网友爆料的视频而已，网上热度过了就算了，能成什么气候？反倒是这几本杂志，昨天你妈打过招呼了，今年他们9、10月的封面都定了你。双刊金9银10的封面对于女演员们来说是至高无上的荣耀，这份承诺足以让石兴喜笑颜开。他欢呼：哦耶，我爱老妈老爸。可是姐姐，你姐姐既然回来了，总是要回到大众视野的，早一时或晚一时没什么区别。石晋生打断他的话：重要的是让你姐姐出现的时机。他还真是印证了那句话：伤人重利轻别离。无论做什么事，石晋生永远都是最先考虑如何利益最大化。石兴不甘心地反问：那今天的新闻发布会怎么办？我捏着手中的刀叉，怯生生地开口：其实我有一个想法。石晋生和石兴一起讶异地看向我。新科影后石兴的新闻发布会如期举办，只是这次的发布会多了一个新的身影。此时，石家双叔都穿着思庆亲手设计的晚礼服，宛如一对漂亮娃娃。石兴亲昵地搂住我的肩膀，我们俨然一对亲姐妹。我握着话筒站在台上，徐徐开口：大家好，我是石静。网上关于我一直有很多传言，其中最荒谬的应该就是我失踪了。今天我亲自回应一下，我没有失踪，而是在国外进修了5年，昨天刚回国。当年那场直播的观众有12个，除了我是黑进了石家的计算机之外，其他人全都是京城上流圈子的权贵，也是石晋生的好友。正因为这样，他才能堵住他们的嘴。这么多年，硬是没走漏一点风声。我嫣然一笑，继续说：不过还是要谢谢大家，正是因为各位对此事的高度关注，让石家注意到还有这样一个特殊群体。
失踪儿童，所以石家以阿星的名字成立了一个全新的慈善基金，以救助失踪儿童为目的。我们想要帮助每一个找寻孩子的家庭。与此同时，石星轻轻抬手，优雅地拉下身后的红布。寻星慈善基金会，随着这几个大字赫然出现，石星娇软的嗓音响起。每一个走散的孩子，都是失落的繁星。台下的气氛被烘托至最高点，大家为石星的话感动，落泪，一瞬间掌声雷动。这场资本的作秀已经推至高潮。石晋生和思庆坐在台下注视我，唇角噙着欣赏的笑容，而石星激动地抱住我，他欣喜若狂地喊我：“姐姐，姐，你简直就是个公关天才！你要是不说，我还真以为你在国外进修了5年呢。”我面上笑着，却被石星的后半句话刺痛。如果姐姐还活着的话，这5年她也一定能过着灿烂的人生吧？姐姐，这只是开始，毕竟人总是要站在最高点的时候，摔下来才会更疼，对吗？寻星项目一经宣布，石家的股票直接涨停，就连石星的微博也暴涨几万粉，跻身成为地位最稳的小花。石家人和我的关系肉眼可见地亲密了起来，尤其是石星，他明显更信任我了，还会找我逛街，偶尔跟我商量挑本子的事。我拿出几个方案，石星看过后赞不绝口，当场采用。殊不知，蛰伏的这几年里，我早就把网上所有能收集到的石家资料建成了数据库。我比他们任何一个人都要更了解他们自己。这样的我，怎么可能做不出石星满意的方案呢？他甚至透露出想要拉拢我去他团队的意思。毕竟石晋生起初是反对他进娱乐圈的，石星很急于向他证明自己。我表示很为难。什么？爸让你去实习？哼，他那高学历的精英人才那么多，怎么还跟我抢人？石星手里正把玩着什么？吐槽石晋生的独裁。我看到他拿着的似乎是个小药瓶。楠，这是什么药？没什么，平时太累了，提神用的。石星眼神躲闪，显然没有说实话。我没再追问，心中却感到疑惑。之前从来都没听姐姐说过石星身体不好，好好的为什么会吃补药？石星正要说什么，手机铃声忽然响了。他看清屏幕，眉头紧锁，起身走远，似乎是故意避开我。我识趣地站在原地。没过多久，石星忽然拔高了声音：“你说什么？他死了？”他意识到自己的失态，赶紧闭嘴，直至他挂断电话。那张美艳的脸仍是毫无血色。石星慌乱地踱步，他拧开那个乳白色的药瓶，倒出几粒，急匆匆地吞下。我看着这一切，轻轻勾起嘴角。这一天，石星明显不在状态。直到晚餐时间，石家人齐聚一桌，思庆递给我一个文件袋，里面是他们给我伪造的5年留学经历，还有全新的身份证。为了圆回新闻发布会上的谎，石家做的天衣无缝。学生档案怕被人看出来，所以用了你以前的照片。你看你18岁的时候，比现在好像更胖一些，真可爱。他弯着眼睛，语气温柔，似乎在回忆从前。是挺可爱的。我笑着道谢，伸手轻轻摩挲着那张小小的照片。因为是小静，所以怎样都很可爱。可爱有用吗？胖了不过是安慰自己的借口。石星突然打断对话，他讥讽道：“漂亮才能讨人喜欢。”石星随手打开电视，故意把声音调得很大。本台最新消息：今晨，警方于东郊公园发现一具男尸，身份暂时未明。据悉，被发现时，该被害人的四周散落着大量美钞，拿着遥控器的手微微一顿。石星换了台，一直没说话的石晋生却突然开口，把台换回去。爸，吃饭呢？这种新闻看了多反胃。他撅起嘴，企图撒娇，就连思庆也在帮他说话，陪着笑脸。老公，孩子说的对，我说了，把台换回去。石晋生撂下筷子，面无表情，明明没有发怒，母女2个却立刻噤声。我隐隐约约感受得到，他们似乎很怕石晋生，
外人口中那个完美的石家三口，在此刻好像荡然无存。就这样，我们在诡异的气氛中看完了那条新闻。石晋生的脸色差到极点，关掉了电视。石兴双手紧紧抓着裙子：“爸爸，你到我书房来一趟。”而我恍若未闻，继续淡定吃饭，因为我知道死的人是谁。那个男人叫方景明，我亲手杀了他。正如方景明当年对姐姐所做的一切，我让他在痛苦中苟延残喘，苦苦哀求，最后才结束他的生命。最后那一瞬间，他抽搐着，而我兴奋到浑身颤抖。临死前，我替他擦干恐惧的眼泪，语气轻哄：“你记得一定要下地狱啊，不然他在天堂看见你会不开心的。”其实，如果警察足够细心，就会发现我留给他们的小惊喜。那具尸体旁边的13张美钞，每一张序列号都跟当年姐姐尸体旁的一一对应。方景明的死是我精心准备的诱饵，也是我给石家准备的第一份礼物。晚饭结束，我回到房间锁好门，拿出藏好的笔记本、计算机，迅速戴上耳机，调试信号。石晋生书房的声音透过窃听器传来：“阿星，方景明是不是你杀的？”我的心开始不由自主的狂跳。终于有人要咬钩了。我没有。石兴据理力争：“爸，我承认，当年我找方景明绑了石静是不对，但我早就跟你们认过错了。可我也答应过你们不会再犯错了。我现在是公众人物，怎么可能再去杀人？”果然是石兴。和我之前猜想的答案一样，我下意识地捏紧拳头。房间内骤然响起清脆的巴掌声。石晋生低吼道：“废物！但凡你长点脑子，当年都不会闹出那么大动静。就因为你当时不肯说实话，我才报了警，差点牵连到石家。你还有脸说？老公，你别生气。”思沁急切地帮石兴求情。那方景明死了总是好事，当年都怪我们对石静太照顾了。阿星才是我们的亲女儿，心里不平衡也情有可原。她受不了刺激，你别再凶她了。我记得当年石晋生发家的第1桶金是思沁娘家提供的，虽然现在思家大不如从前，但至少我从姐姐嘴里听说过石家夫妇是恩爱又幸福的。不对劲，莫非石家还有什么我不知情的内幕？我缓缓调大声音：“她这野种，什么时候成我女儿了？”什么？石兴似乎怔住了。石晋生冷笑道：“这个孩子怎么来的？你应该比我清楚。”思沁勉强稳住自己的声音：“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1年前，石兴拍打戏受伤，需要输血，其他的你还要我继续说下去吗？还是说你想让我昭告天下？是我被绿了？”她似乎想起，为什么这1年多以来，老公对她态度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。她不得不伏低做小讨他欢心，还以为是哪里做得不够好，原来竟是这样。而石晋生向来都是把利益放在第1位的性子，他和石兴最后的价值，大概就是维持着石家的体面了。隔了好久，石兴哭着爆发出尖叫，情绪非常激动：“不可能，我就是爸的女儿！妈，你是骗我的，对吗？”窃听器另一边陷入混乱。这次的意外之喜让我久久无法回神，也更加兴奋。你看，上天其实也很公平，他赐给石家一个女儿，因为他们卑劣伪善，便又收走一个女儿。冥冥之中，似是有因果循环。我满意地掐断了信号，或许是时候加快进度了。一边轻快地哼着歌，一边敲击键盘，发送消息：“楠楠，我想好了。我愿意加入你的团队，准备好接收我的第2份礼物吧。”亲爱的石兴，扳倒石家绝非易事，可人不过是活在社会关系之中的高级动物。这也就意味着，每个人都注定拥有自己的阿喀琉斯之种。比如，失去一切底牌的石兴，我越表现得冷静持重，他就越感受到威胁。我会装作不经意地在他面前提起石晋生对我的重用。还有，我并不想去石家公司的苦恼。石兴果然更加焦虑，对那药物的依赖也更严重。他提不起精神的时候，似乎总是会吃上一大把。
可即便如此，石星也不忘对我冷嘲热讽。每当这种时候，我都会无辜地看着他。楠，论血缘关系，你才是石家的女儿啊！我这种外人，怎么可能比得过你呢？他愣了愣，喃自语道：“你说的对，我才是石家真正的女儿。所以你这种贱人，就算是耍小聪明，也永远无法取代我。”石星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真正的处境是什么样子，不过不要紧，因为他的新剧宣传会马上就要到了。今天是石星在拿下影后之后宣传的第一部大女主剧，由于会有很多媒体和粉丝到场，所以他很重视，也花费了很多心血去准备。或许还有另一个更深层的原因，现在的他急于要做出点什么来，让石晋生觉得他是有用的。会场内灯光倾泻而下，把整个会场都缀上星光，一如石星对自己星途的期许。新科影后石星登上舞台，一袭旗袍，华美动人。问答环节，她嫣然浅笑：“那我就要开始抽签了，让我们拭目以待，哪个幸运儿能成为今天的首位提问官呢？”她将手伸进签筒，24号。大家纷纷侧目，搜寻着24号的身影。一个记者举起手，他接过话筒，问了一个问题：“石星小姐，请问您是否认识方景明先生？”台上，石星的笑容发僵：“抱歉，我不认识。那您是否关注过前几天的东郊公园案呢？”方景明就是此案的死者。他沉下脸：“请不要提问一些和宣传会无关的问题。”可这个时候，台下已经引起了骚动，所有观众似乎都在小声议论着，纷纷猜测那方景明和石星的关系。楠，你怎么流了这么多汗？石星惊悚地转过身，我站在后台，几步之遥，正笑吟吟地看着他。台下的人问题还在继续。几天前，本台接到匿名人士爆料，您与方景明私下有大额款项交易，甚至还有人拍到过你们有线下见面的行为。石星稳了稳身形，回答他：“你这么一说，我好像有些印象。他是我的粉丝，我们之前确实见过。”他捂着嘴，像是有些哀伤。天哪，他竟然发生了这种事！记者举起话筒，发出最后的致命的追问。那个匿名爆料人还声称，方景明是当年一起绑架案的主谋。您的大笔款项交易和线下见面行为和此事有关吗？石星站在台上，汗流如注。我盯着他强撑的背影。今天石星的旗袍是思沁亲手设计的，绣满了振翅欲飞的蝴蝶。而现在，石星身体微微颤抖着，就好像那些蝴蝶失去了生命力，在垂死挣扎。时间倒退回3天前，我再次联系上之前合作过的狗仔，我只问他有一个可以颠覆内娱的独家新闻，他敢不敢接？于是就有了今天的一切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从哪里听信了什么谣言，但我可以很明白地告诉你，没有。他慌乱地问：“你有什么证据吗？”石星话音刚落，全场的灯光瞬间熄灭，就连我们头顶的幕布也掉了下来，将我们彻底隔绝在观众视线外。台下的人们阵阵骚动，吵嚷着怎么忽然停电了。我走到石星的身边，关掉他手上的话筒，轻抚他的脖颈。石星毛骨悚然地看着我：“喂，石静，你干嘛摸我？”我冰凉的手指停留在石星的喉间。就是这里。他急切地甩开我，我轻轻摩挲着他的肌肤，缓缓收紧了手。当年你让方景明绑架我，他的刀就是落在这个位置，我分成很多碎块，到处都是血红色。这5年来的每一个日夜，你出现在电视上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起那一天。楠，姐姐好疼啊！我骤然收紧自己的手。你说，姐姐该怎么惩罚你呢？你他妈是人是鬼？走开呀！石星娇美的面容因恐惧而扭曲，他忽然意识到什么，原来给我发邮件的那个人是你。他说的没错，这5年来，每次石星获奖的时候，都会收到我的祝贺邮件，邮件里的内容是当年绑架直播的录像。方景明杀死姐姐的那天，石星因为害怕而缺席直播现场，他似乎在回避着这件事。
企图淡化自己的罪责。虽然每一次发送那些视频，也像在鞭笞我自己的心，但我要在他的每一个好日子里都烙上姐姐的痕迹。石星不能忘记他自己做过的一切，我要变成梦魇，永永远远地缠住他。不仅如此，每次我都会贴心地附上最真诚的祝福：亲爱的石星，快点成为大明星吧！眼前的石星显然已经难以克制情绪，他开始下意识地翻找身上的药，又突然顿住，因为今天他穿的是旗袍，药并没有带在身上。我轻叹，如果你的粉丝们知道你吃的根本不是药，而是还会有人喜欢你吗？在我不断刺激下，石星的呼吸越来越急促，他抓紧我的手臂，不可以。突然，他双膝一跪：石静，求你了，我真的错了，帮我想想办法度过今天这个难关，我不能失去一切。好啊，那我帮帮你。我笑着从口袋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小药瓶，将里面的药丸彻底倾倒，哗啦啦地洒了一地。黑暗中的石星顾部的形象，如对待珍宝一般，大把大把地塞进嘴里。我终于按下手中的微型遥控器，面前的巨大幕布升起，灯突然点亮整个会场。那一刻，所有人都看见石星弓着腰趴在地上，嘴巴微张着，整个人的举止都透着怪异。观众们倒吸一口冷气，纷纷拿出手机摄录。卧槽，快点录像！大新闻，快吃瓜！我要抢第一手头条，正如当年那场残忍的直播。此时，石星在台上匍匐如犬的丑陋姿态，还有狼狈的吞咽动作，正在被更多人传播出去。我站立在他的废墟之中，背对着吃瓜群众，无声地对他说：亲爱的石星，你终于成为大明星了。对了，今天这出戏值得你再拿个影后呢。石星这件事以星火燎原之势在互联网上炸开，他现在不仅是杀人嫌疑犯，更是滥用药物的女星，已经被警方带走调查。石晋生找我并不意外，可我刚走进书房，就察觉到气氛不对。石晋生脸色并不愉悦。爸，我恭恭敬敬地站着。石晋生扬起手，将一份文件丢到我面前。你有什么想解释的吗？那是一份 DNA 检测报告，被鉴定者名字那一栏写着石静2个字，可上面还显示我和石静的 DNA 完全不匹配。这也就意味着石晋生已经发现了我是个冒牌货。石晋生果然是个老狐狸。我面上没有反应，大脑却在飞速运转，思考着如何应对。复仇还没有结束，绝对不可以在这个时候被他察觉。有了，我将报告塞进文件夹，先是沉默了一下，才缓缓开口：爸，我确实不是石静。石晋生冷笑，大概是也没有料到我会直接承认。你是谁？进入石家有什么目的？他从书桌后面绕出来，缓缓靠近我，大手猛地扼住我的脖颈，胸腔里的空气被一点一点耗尽。我拼命呼吸。我是徐静当年在孤儿院的好朋友。石晋生微微挑眉，神情有几分意外。从徐静被石家领养的那天开始，我一直都很嫉妒他，所以我故意接近他，和他搞好关系，为的就是有朝一日可以取代他。我的脸开始变色，紧紧握着石晋生的手，近乎是从喉咙中挤出残破的话语。石晋生饶有兴致地看着我，说下去。我瘫软在地上，捂着脖颈。如果您不相信，可以到天使孤儿院去调查我的档案。我说的句句属实。他眼中隐隐流露出一丝赞许。你很清楚自己没有任何底牌，凭什么和我谈判？我勾起嘴角，不畏不惧地迎着石晋生的目光。我过够了穷日子，也承认自己爱慕虚荣。我只想要钱，或许促使我走到您面前的动力，和之前那些冒牌货没什么两样。但我也是唯一一个做到的，不是吗？当然，我没有把真正的理由说出口。在2个女儿都不是亲生的情况下，以石晋生的性格，他一定会迅速和石星割席，然后选择我。说到这儿，还要感谢石家的末位淘汰制提醒了我，
无论身处家庭中的哪个位置，也无论血缘亲疏，在他们眼里，任何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不过是利益交换，看似衣冠楚楚，实则一丝不挂。这就是上流社会的生存法则。石星看透了这一点，却仍然妄想从这样畸形的土壤中得到爱，而我却比他更清楚，只有牵扯利益的关系，才会让他们觉得稳固和舒适。石晋生笑了笑，忽然换上一副慈爱的眉眼：“小静，这5年你的长进确实不少，爸爸欢迎你回家。”重新取得石晋生信任后，我似乎代替石星成为石家表演的工具。我们宛如最亲密的一家3口，频繁出现在公开场合。每当有人问起石星的近况，石晋生总是会沉痛地表示，如果石星做错了事，他也绝不会包庇纵容，一定会让他承担做错事的后果。话里话外全是暗示，他太明白怎么操控媒体，让他们成为自己最有力量的喉舌。网上的风向几乎全都倒向石晋生，认为他不过是个被女儿拖了后腿的可怜父亲。每次看见这些脑残言论，我都想笑。石晋生难道是狗吗？还分什么前腿后腿的？事实证明，他确实是狗。表面上石星在接受调查，私下里石晋生以精神问题为名，派人保出了他。他征询我的意见，我提议将石星送到石家名下的疗养院里，说是疗养院，其实和精神病院没什么两样。石星就算是真的封在那里也没关系，因为已经无人在意了。唯一心疼石星的，大概只剩下他的亲妈思沁。思沁总是偷偷去疗养院看石星，他每次回来的时候，明明刚哭过，却装得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。但我知道思沁恨我，我假装看不懂那怨毒的眼神，心中却在默默盘算着那个越来越近的日期。时隔多年，京圈小公主石静的生日宴再次轰动整个京北。小静，这次生日宴上，我会宣布将寻星项目全权交给你的消息，它会是你的第一个舞台，不要让我失望。回想起石晋生的承诺，我轻笑出声。石晋生想让我看到他的信任，又不敢过于放权，不过这已经足够了。这次的生日宴上，我只准备了12个贵宾位置，举办流程保密，全程不对外公开，甚至不会邀请任何一家媒体。我会以拍卖的形式，在圈内售出这12个座位，价高者得。石晋生很满意我的做法，毕竟有钱人向来对这种金钱游戏趋之若鹜，似乎能成为这种名利场的入幕之宾，就是身份的象征。此时，那群妇人穿着华美的衣服，从宴会厅入口有说有笑地走进来。依照规则，他们需要上交手机，然后领取生日宴上为他们精心准备的面具。宴会快开始的时候，思沁才慌张地出现了：“宝贝，妈妈差点迟到了，真是抱歉。”我看着她额上的薄汗，对她为什么来晚心知肚明，但我还是笑了笑：“妈，您这么不把我放在心上，是不是因为我不是您的亲女儿？”思沁戴面具的手顿住了：“你这说的是什么话？我不就是迟到一会儿吗？还是说你现在觉得自己有了靠山，可以教我做事？”他眉目愈发冷厉，撕破了往日的伪装。我接过思沁手上的面具，笑意更加温柔：“我就是和您开个玩笑，您别生气呀。”我看着充满敌意的思沁，不由得想起了姐姐。以前她提起家人的时候，语气里总是有藏不住的幸福。姐姐说：“小善，今天是我第一次喝到妈妈煲的汤。”端起碗的时候，我没忍住，还是流了眼泪。原来这就是有爸爸妈妈的感觉，好像不需要拿到小红花，他们也愿意无条件的爱我。谢谢他们爱我，我也想成为他们的骄傲。我的笨蛋姐姐，她并不知道他们所给予的馈赠早已暗中标注好价格，要她以生命为代价。我忽然问了思沁一个问题：“妈，你还记得当年我刚来石家的时候，你给我煲的鸡汤吗？”思沁愣了愣，嘲讽我：“你这个冒牌货，知道的确实不少，又是那个孤儿告诉你的，他还真是信任你。那我就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从来没有亲自下厨做过饭。
当年那孩子喝完那碗鸡汤，感动得跟什么似的。说到这儿，他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。鸡汤是喂狗剩下的，谁知道他怎么就当饱了？要我说，有的人就是天生贱命，就算被再有钱的家庭领养了，骨子里也是个贱种。他的话淹没在喉咙里，我低下头看着自己手里的餐刀，思庆捂着自己嘴角那道长长的伤口，尖叫：“石静，你他妈就是个疯子！”我漠然地开口说：“够了吗？背叛自己伴侣的人，竟然也有资格说别人贱？是你们这样龌龊的家庭配不上他，从来就不是他配不上你们。”泪水在视线中氤氲开，我看到思庆的双手忽然露出森然的笑意。“你要干什么？”我轻抬鞋跟，撵了上去。思庆发出凄厉的惨叫：“妈，我今天穿的就是当年你设计的那套母女主题的裙子，我穿上好看吗？不过废掉你这双手之前，没能让你亲手给自己女儿和老公剪裁出最合身的寿衣，这真是太遗憾了。”动作结束，我优雅地抬起裙摆，看着地上早就昏死过去的思庆，语气充满惋惜。宴会开始后，石晋生穿梭在那群名流中间，气氛渐渐被推到高潮，指针正指向7点整。我换了身大红色的礼服，走上台，举杯开始致辞，感谢诸位来到我的生日宴。5年前，大家也是这样齐聚在一起，观看了我的绑架直播。我翘起嘴角，欣赏着下面这12张老面孔。没错，今天我以生日宴之名，设局将当年围观姐姐的12个人齐聚于此，还有石晋生和思庆。没人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。当年直播被掐断之后，你们一定很好奇发生了什么吧？方景明极其残忍地杀了他，雇凶的人是石星，但撤案的人和趁机获利的人今天也都在现场。石晋生脸色大变，在台下怒吼：“石静，你在胡说什么？”他却发现自己瘫软在椅子上，连抬手都困难。包括其他宾客也惊恐地发现自己和石晋生的状况一样，因为我早就在酒里加了东西。而你们呢？一群旁观者罢了。你们有人在镜头前哈哈大笑，有人偷偷保存了当年的录像，时不时拿出来回味，甚至发泄自己的欲望。我逐渐冷静，声音却更尖锐：“凭什么你们所有人的人生都可以向前走，可姐姐却要永远停留在20岁？这不公平！你们都该死！”我率先走到石晋生的面前，这似乎是我第一次在他脸上看见如此惊愕的神情。“你到底是谁？”我轻声答道：“徐善。”他愣愣地念着这个名字，良久，又说：“徐善，那不是石静的原名吗？”我拿起旁边的餐刀，耐心回答：“你说错了，他并不叫徐善。其实那天我没有骗你，我的确是和他在同一个孤儿院相识，所以你查不到我什么。唯一的谎言是，我从不嫉妒他，我希望他比这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幸福。还有，你们一开始抽签选人，抽中的是我，鼻腔难以克制地泛起酸意，是我自作聪明，以为这样可以让他过上好日子，就偷偷换掉了我们的名字。他的名字叫徐静，干净的净。”我终于泣不成声。是啊，是我自以为是的小聪明，才害了姐姐。这么多年来，支撑着我走完这条漫长复仇之路的，除了仇恨，还有无限的愧疚。如果可以，我多么希望死去的是我。我无法原谅残忍对待姐姐的每一个人，也无法原谅以爱之名却将姐姐推向地狱的自己。杀戮是我对自己的黑色救赎。周遭传来一股汽油味，随之而来的还有越来越浓烈的烧焦气息，是我事先准备好的燃料开始起效了。我收回眼泪，轻轻哼起歌，一边数数：1刀、2刀、3刀，没有一刀在致命处，却足以将石晋生折磨得一心求死。他痛哭流涕：“徐善，你饶了我，我给你很多钱。你不是说你过够了苦日子吗？我可以把你送到国外。”我不耐地皱眉，对他做了个噤声的手势：“嘘，别叫那么大声，传出去的话，石家的股票又要跌停了呢。”干脆利落的最后一刀。石晋生彻底咽气，睁大双眼，
死不瞑目。在那群宾客中，突然有一个熟悉的身影摇摇晃晃地起身。石敬，我要杀了你！石兴那张咬牙切齿的脸骤然出现在我视野里，他手中拿着利器，逆着火光朝我扑来。我笑了笑，早就猜到司庆今天无论如何也会偷偷把石兴带进来。也好，一切终于要结束了。我抬起头，看向窗外的月亮，内心是久违的安宁。姐姐，假如今夜我燃成灰烬，请你下辈子一定要先找到我。距离石家那场惨绝人寰的大火，已经过去将近1年的时间了。死在那场大火里的，足足有15个人。听说那天石家大小街凑巧给所有佣人都放了假，所以死的全都是京北上流圈子的大人物。也有传言称，当年石家二小姐石兴因为一夜塌房大受刺激，得了失心疯，从警局偷跑出来之后，趁着生日宴行凶杀人不说，还把自己家烧了个精光，结果自己也死在了里面。唯一一个活下来的幸存者，只有石家那个手腕强硬、雷厉风行的大小姐石敬。说来也奇怪，石敬作为石家唯一一个继承人，不仅没有重振石家的意思，反而把所有的资产全都捐了出去，说什么要回报社会。石敬只留下了寻星慈善项目，还更名为善敬。他说这是他唯一想做的事。在往后的几年，那石家大小街似乎销声匿迹，再没了动静。只偶尔听说善敬慈善基金会帮很多家庭找回了失散的孩子，还成立了很多善敬孤儿院。大家都说石敬是个大好人，可也没人知道，当年徐敬明明知道是徐善杀死了小鼠，仍愿意走进浑身带刺的他。他想做小善的姐姐，然后治愈他，救赎他，把他从满是淤泥的地狱里拉出来，一点一点拽进光里。因为徐敬相信，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人和怪物之分，爱是最温柔的良药。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。如果您有任何建议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希望今天的故事在你心中留下清香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